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军哥。首先呢，跟大家说一句抱歉，最近由于现实当中事情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呢没有怎么顾得上更新视频。等我忙完这一段时间呢，现在手上差不多也囤了3、4部视频，我会把我的更新频率提一提，请大家呢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。那今天呢是一期关于辣味的一个视频，想必呢提到辣，大家肯定会想到火辣辣的烧烤以及红彤彤的川菜吧。当然必不可少的也是非常热乎乎的这个火锅了。现在呢天气也慢慢开始变凉了，和朋友呢一起吃上一顿热辣辣的火锅实在是过瘾。今天呢，同样带大家来体验一个火锅店，它是魔都呢人均最高的一个火锅店，并且它有一样食材非常稀有，叫做血毛肚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尝尝看这一家人均500元的重庆火锅店到底味道怎么样。锅底是要什么样的锅底呢？这个吧，黑松露清汤的。这个丰收的季节，然后这一份血毛肚，你们这边有什么推荐吗？空运竹笋是现切的，鹅肠、黄喉的酥肉。那就那个你说的来一份，再拿一份普通毛肚，然后花好月圆、去骨鸭掌、酥拼吧，然后海带芽、手切和牛片。你好，打扰一下，是你给的黑松露冰汤面。龙涎宝盖，陈朝日，蕴含天籁，素斋食，注意用餐愉快。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点的这个锅底，一个呢是旁边的传统的重庆麻辣锅，中间呢还配了一份小份的黑松露金汤锅。我们来舀点这个汤，尝尝看味道。先喝下这口汤啊，这个锅底只要188块钱。很浓郁的那个鸡汤味，但是黑松露的味道就比较淡。这个鸡味真的很重，而且很鲜。那接下来他们这个店的招牌菜血毛肚就来了，我们来尝一下它的味道。这就是他们的招牌食材血毛肚，据说1万头牛当中才能有1份这样的血毛肚，颜色和我们平常见的白毛肚、黑毛肚完全不一样，看上去血淋淋的感觉。来尝一下它的味道。这毛肚我们已经涮好了啊，鸡上8下，蘸上这个传统的香油碟，尝尝看它的味道。好脆好弹啊！不要看它是血淋淋的，就是感觉腥味很大，但是它吃起来呢一点点那个牛的异味都没有，很鲜，口感很棒。再来一片。我们接下来再涮一片这个普通的毛肚，跟它对比一下。这边普通毛肚啊也很嫩，但是吃起来呢就是没有那么脆的感觉了，而且会有一点点牛的腥味在里面，还是那个血毛肚比较好吃，毕竟价钱也摆在那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尝一下这个788元一份的特级牛肉片，看上这个雪花纹路啊，真的非常漂亮。这高等级的牛肉啊，涮完之后在光照情况下面，那个脂肪啊看上去十分通透。太嫩了这个牛肉，而且吃它的时候呢，完全不用蘸这个香油了，它的油脂本来就特别的丰富，咬上去就满口爆汁、满口流油的那种感觉，入口即化，非常棒。接下来我们尝一下这个大鹅肠啊，这边的菜的摆盘真的非常漂亮，把这个鹅肠放在一个像冰做的这个水晶球里面一样。又是那种脆脆嫩嫩的感觉。虽然说这家店的食材价格非常的昂贵，但是就这个地理位置，因为它是在外滩的边上，旁边就能看到东方明珠，以及它这个食材的新鲜程度和口味啊，我个人感觉还是对得起这个价钱的，好吧？这些食材的品质令我真的非常满意。新鲜的这个黄喉我们也烫一下试一试。我们尝一下这个烫好的鲜黄喉。太嫩了，这绝对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黄喉，不吹牛逼，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黄喉，好嫩啊！这个黄喉嚼上去没有任何阻力的感觉。这是你点的空运鲜竹笋，再为你现场加工啊。这要烫多久啊？这个要烫1分钟左右，也可以生吃。也可以生吃的。现在尝一下，刚刚那个师傅当着我们的面切好了这个笋片，他说是可以直接生吃的。好脆好嫩，整体吃起来相当的好，一点涩涩的、真生的那种感觉都没有。再搞一点这个涮火锅来吃。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个烫好的笋片。
这个锅底煮到后面还是煮的有点辣的，好吧？不要看我被呛到了，但是因为是那个竹笋实在是吸收了太多的汤汁了，吃上去的口味非常的棒。哇，我觉得这个竹笋真的好好吃哦。再尝一下这边服务员跟我介绍非常有特色的这个菌菇拼盘，让服务员呢也帮我们处理一下。这是巧克力还是土豆啊？奥利奥斯。哦，奥利奥斯。还有。这底部是龙爪，它这边名字的话就是现在是它的林泰奥学院的龙爪下来。刚刚把那个菌菇拼盘也让服务员帮我们下进去了，其他的菌菇我都不是特别感冒，我就看这一个龙爪菇啊特别感兴趣，看上去样子呢就很恐怖，像很多只触角和手一样的，尝一下它的味道。OK， 那刚刚那顿火锅呢已经吃好了，现在回到了家，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评啊。总计消费金额呢，这一次是2358块钱，包含了10%的服务费啊。我仔细的看了一下账单呢，首先它的锅底啊，还有那个血毛肚，包括那个和牛片，就已经占了将近1000块钱了。除去那个和牛片，还有血毛肚这些比较昂贵的食材呢，其实他们家一些普通的食材价格也不是那么贵。你看，像什么鹅肠88块钱，鸭掌38块钱，算是可以说中等偏上的价格吧。但是他们这些食材的口味，包括它们的新鲜程度，我之前在视频当中也提到过，真的令我非常满意，非常棒。尤其是那个手切鲜竹笋，我和我的小伙伴都非常喜欢那个笋的味道，它吃起来真的是太爽太好吃了。虽然说这家火锅店的价格有一点点高，但是考虑到它那个食材、服务，包括这个环境，综合来说呢，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，如果说来上海玩的话，可以去试一试这家火锅店。大家可以想一想啊，如果是晚上的时候，看着外滩边上美丽的夜景，在吃着这个重庆火锅，真的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。OK， 那本期视频到这边先结束了。如果说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麻烦帮我多多点赞，多多支持我哟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